就当前第一位同学是梁同学，他有说他阅读速度慢，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句子结构是长难句嘛，对不对？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可能段与段之间的逻辑不是很清楚。那这边我有两个指令可以提供给刚才梁同学，或者是其他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同学。好，第一个是如果你发现遇到一些比较结构复杂、比较长、比较难的句子该怎么办？好，那以前我们的方法最早以前是请同学去看一本书叫《洋葱长难句》，但是呢现在已经不太推荐了。好，主要是因为《洋葱长难句》里面它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好，再来呢，我其实前几年所使用的方法是请同学们去找 ASC 的正确句，就是 A2 资料夹里面那个 ASC 的正确句来去看去练语感。那现在呢，我也不太使用这个方式了。最新的方式是这样，好，是我们实际上把你在做平常做题的时候，你在 CR、你在 RC，好，你在 SC 或者是你在 IR 里面，你真的遇到那种句子结构复杂的那个句子，好，把它收集起来。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接下来就是我们使用一个 GPT 的指令，我们可以请他，好，身为一个英语写作的那个老师，好，我们下指令工程这种事情，现在也是国外很有名的一个学问，就是如何跟 AI 沟通，好，然后去下出好的指令，好，我们先请他成为一个老师，请他做一件事，等一下我们给他这个长难句，请他维持句子的结构，但是呢，把句子改成5种不同的版本。那这些版本的特别就是说，它的结构都会是一样，很像我们以前小学去做照样造句，换句话说的概念。但是它会把里面的故事内容全部换掉，这样子。好，那举个例子，假设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个长难句，就是我们实际在做阅读或者在做 CR 或者是在做 IR 的时候，真的遇到那些看上去每个字都懂，但是合起来就比较难读、比较难抓重点的句子，让我们速度变慢的句子。它帮我们会改出各种不同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改出的版本就会有什么，像你看原本的 inferential early view 改成 prevailing ancient theory， 换汤不换药，对不对？原本的 held back 改成 pathetic that， 意思都是一样的，好，但它字就是换掉了，好，原本的 something maintain 变成 something process， 对不对？好，然后后面这边的 and that 也维持了这个结构，对不对？这边的这个插入句 whether 插在了什么？插在了前面的这个 that 句的主语 competition for something 跟这个主语，还有后面这个谓语，好，这个动词 determine 跟 shape 的中间，完全维持了原本句子的结构。那它就是把故事内容整个换掉，所以你一次把这个就是你请它产生5到10组的这同样结构，但是故事不同的例句，你一次把这些句子都读过一遍，从左至右读过一遍之后呢，你想想看，你连续读这种难句子10句，而且都是同样的结构，是不是就会锻炼出这种句子的语感？那这种时候，未来遇到类似结构的句子，你是不是就更能够抓到重点了，对不对？就是在以前，我们是很难做到这件事情的。以前可能只是你去做一些别人收集好的长难句，可是问题是，长难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些是长平型，有些是倒装句，有些是省略结构。好，别人收集好的句子不一定能够对到你的痛点，所以这个方法最好的点是我们真的去把你有问题的句子的结构放进来，让它产出大量的例子，让你一次集中的读过一遍。这就很像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可能只能读一些简单的句子，而到了我们国中、高中的时候，甚至到现在，句子写的长一点，我们仍然是可以轻松的读完。啊，我们说中文啦，就是我们的母语，那当然是因为在这之中，学校让你对同一本书的课文进行朗读、默读，或者是不断的练习，对不对？锻炼你的语感，让你慢慢累积上来。好，所以这个指令是可以，梁同学或者是其他同学，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有这种遇到句子结构复杂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让你自己的语感